房贷一族拼买房，全款买房反而套死你。先说结论，就算你能现金买房，我也建议你不要直接付掉，因为这样真的很可惜。为什么？影片后面我会解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租屋的人越变越多，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能现金买房还要贷款吗？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两宝妈买房，就是生两个，有资金可以现金买，全款付，不办房贷很亏，专家点折中办法。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妈妈在脸书上发文说，她最近要买一间房子，中古屋，然后她算蛮有实力的就是如果 all in 的话，可以直接付清，现金买断但是付清以后她手上就没有钱了，怕还有2个小孩要养，临时要用钱会生不出来，这样又觉得现在通膨中不贷款好像很亏，很两难这样。好，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欢迎底下留言讨论。那我先讲专家的说法，专家的建议是说贷部分就好，如果怕有压力少贷一点，例如说你只贷30%。然后就保留30%的现金在手上，应付紧急情况都很够用。所以你要知道，不贷款真的有比较香吗？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说，如果你不贷款，直接把房子买下来，省下利息钱，这样有比较香吗？我知道常年看我的频道就知道一些有的没的招嘛。马上就有一招跑出来，叫做你现金买断再挂市出来压股票然后股票的话，你看你是要放那个生钱的配息的，还是你要去追求价差，或是你怎么配嘛，50-50这样子配，生活就没有什么问题啊。OK， 所以就会形成同一笔钱买了房子，然后又拥有股票，然后那个配息很高的他自己养自己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你把那个房子压挂是有利息嘛，然后你用那个配息高的 ETF 之类的，那就可以去偿还掉，还会有剩钱。人家就自己要住的房子，还要养2个小孩呢，还叫人家挂市我是觉得风险的如果是我给他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他说还是贷款，然后怎样能贷多长就贷多长，能贷多少就贷多少为什么？因为房贷是我们这辈子能借到最便宜期限又最长的钱你说钱就是钱还有分贵跟便宜有啊，利息啊你看除了房子以外，哪个东西给你贷30年了？你车子也不行啊你信用也不行啊那个30年40年的，然后利率又是最低的。当然现在起来了，在以前那个疫情的时候超低的1%多，那现在的话大概 2.5 2.6 差不多。好，这房贷这个钱就是最便宜的钱那现在房贷的利率 2% 多，你去动用其他贷款的手段，是不是动不动利率可能都给你拉到 5-6% 以上？所以房贷这种钱银行几乎是半借半送的不拿来贷款真的是有一点可惜。那最后你要知道手上多一笔钱能干嘛？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说，那缴完房贷手上有剩钱还能干嘛？因为这位妈妈她没有说她手上有多少钱，我就先假设她有现金1000万这样，然后首购80%她可以只拿200万出来，再加一些有的没的开销，算250好，此时250付掉，手上还有750万可以来干嘛如果是我的话，我还要去买房子我也一样，就是剩下的钱我就是现金去买一间750万的房子，可能是中古电梯大楼的2房或是公寓的3房干嘛出租这个我就可以实现我手上2间房子，然后出租这一间它可以定期贡献租金，让我去缴自住这间的头期款让我缴款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而且之后还可以把出租的房子再去挂市不一定要进股票。谁说挂市一定要进股票它名目就要周转金嘛，非特定用途嘛你不要进房市，想要买什么都可以偶尔出国偶尔买个包包犒赏一下自己都可以我真的是这样子想的，就是你怎么样，你要确保自己现在在住的这间真的没有事情完全没有事情才 OK。你确保自己住的这间完全没有事情，那你生出了第2间、第3间、第4间，好，你那边要去做财务操作，再去做财务操作。为什么？他带小孩2个呢？你看我多保守，我没跟你讲说什么 all in 冲到底什么有的没的，就是家先顾好啦，这个就是你的基地耶。就像以前那个原始人这是你的洞你当然是把洞顾得好好的，你要在外面开拓新的第2个洞、第3个洞再说嘛。卖欧北来尤其又是自己带家人，现在又不是你看他都带2个小孩，现在不是说什么他自己像单身的男的一人保全家保，那都没差命就一条，我管他的，然后怎么 no， 不是这样是
你有家庭就是把家庭顾好，那你要去做财务操作想办法生出第二、第三间，甚至第二、第三间做出来以后怎么样，去牺牲打都没差。我是这个想法。好，那我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能全款买房还要不要贷款这个问题。那我先分析了全款买房的优点是可以让你省下大笔的利息，但也让你放弃说这辈子最便宜、还款期限又最长的一笔钱。所以我的建议是能贷多长就要贷多长，能贷多少就要贷多少，这样才能最大化钱的效益。好，最后我想问你，如果你手上的现金刚好够父亲现在住的房子，你会怎么做？A 直接还完，我不想欠银行钱。B 不管他再买一间房子。C 直接进股市。现在真是拼搏的年纪，风浪越大鱼越贵。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林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那这次要讲的是阿灿的故事阿灿他的爸妈都很传统的一辈子省吃俭用，大夏天的冷气也舍不得开这样他爸妈过世以后，他还知道原来爸妈存了很大一笔钱要留给他。他跟我说就很多啦就是个很庞大的数字，然后他不知道怎么花，也不敢乱花因为他觉得这一笔钱是爸妈这个存一辈子的，也不敢拿去匪类或干嘛。他跑去问几个比较信得过的朋友当然各种建议我说那你把房贷还完啦他说那你去跟台积电输赢之类有没的进股市。当然也有人说那我带你去开开眼界大人的世界什么有没的。然后他想了一个他自己觉得很聪明的方法反正也不知道干嘛，就全丢0050好了他觉得这样很安全也帮自己争取到一段时间，就是这笔钱实在不敢乱动，可是趴在那边又很浪费，放0050台湾最强的50家公司，这很可以了吧结果你看这个钱进股市以后，台股一路向上一开始他还会打开来小得意一下，想说还好没急着要缴房贷，不然就少赚一波那现在变成舍不得卖惜售股票就在涨，干嘛要卖这样他老婆也跟他讲说要不要先出掉部分把房贷缴掉，他嘴上说再看看，其实他心里想的是就这么赚干嘛卖你看又来了股市的魔力。进股市是为了改善生活嘛，然后真的赚钱舍不得出场赔钱又被抬出去。我本来也想说那就大概就会继续在股海里面浮浮沉沉没想到前几天阿灿又跑来赖我，他跟我说他要卖掉0050去看房子了卖掉0050看房子。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老婆怀孕恭喜那他们要搬去比较大间一点有电梯的之前都住公寓他相信父母在天之灵会愿意支持他这个决定，就买房子我个人认为这样蛮好的，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我也蛮北蓝，我就问他说所以你知道金盆洗手不再买股票，他说没有，这一波真的有赚到，所以他还是会留一部分的钱在股市里面然后之后会怎样他也不想管，反正他就赚回那个就让股票继续自己生钱给他花然后把这个父母留下来的爱把它换成房子继续住，就感受一下父母继续照顾他的这个感觉啦我也祝福你之后很顺利这样。